今天来画一个四尺斗方的。四尺斗方画一个很多花的，我们很多家人说，喜欢很多花的。那我们之前四尺斗方就没有画那么多花，我们今天把花画小一点，好不好？花画小一点，多画点花。好，来，可以这里画一朵，旁边再来一朵，然后在这边再来一朵，看一下从哪里出枝。到时候这里加哈，主要的3朵先画，然后后面的是加这个花苞呀，加老枝干呀，或者加什么呀，到时候再看情况啊。后面的我们先不决定，我们先定好这3朵花啊，先把这3朵花画好，然后后面的我们再来看情况，好不好？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画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根据这个画面，有可能会改变这个构图形式。那这里画2朵，可能后面我们等画完叶子之后，后面又可以再加1朵，让它有一个藏漏的这种表现。我们看一下要不要画这个岛景，看一下这个岛景还有没有更好看一点的啊？要不画这朵塔式的？你们想要看岛景的，还是想看塔式的？来，想要看这朵塔式的，或者是前面那朵岛景，那我们先画塔式的好不好？后面再画那个岛景。我们把那个岛景画到这里好不好？把岛景画到这里，把塔式画到这里，好不好？好，岛景塔式都画好吗？好不好？那我们先画这个塔式的，因为这个浅色的我想把它画在中间，深色的画在后面，把浅色的画在前面，好不好？来，一起来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家人们一起来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你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底色还是一样啊，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来，一起来分解一下啊，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我看一下啊，有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呢？好像有这个朱砂，我现在没有朱砂颜色了。藤黄、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胭脂，也可以用藤黄、玫瑰红、曙红、胭脂也可以用藤黄也行吧。藤黄、玫瑰红、曙红、胭脂。四尺斗方是什么意思？四尺斗方是这个69乘以69，这个的话你们可以画在4尺斗方，也可以画在6尺斗方，上。亲爱的家人们，我今天把它画小一点啊，你们如果把花头画大一点，也可以画在6尺斗方上，好不好？4尺斗方就是4尺的1半啊，把4尺的纸裁成2张，它就是2张正方形的，裁成2张正方形，它就是4尺斗方，明白吗？啊，明白吗？藤黄，那就用藤黄吧。藤黄、玫瑰红，藤黄、玫瑰红，我再看一下用什么颜色。藤黄、玫瑰红、曙红、胭脂，可以的。曙红、胭脂，我看一下还要不要用什么辅助颜色？辅助颜色我们还是用一点点这个焦茶吧，用一点焦茶。我们现在开始调色了啊！第1朵花是最主要的颜色，我们第1朵主花是最主要的颜色。太白3绿，胭脂也拿一个出来。太白3绿，还有这个胭脂。
好，我们来加水啊，加水调和。好，太白、三绿、胭脂，我们先来调底色。底色非常重要哈，亲爱的家人们，每一步咱们调色中每一步都很重要。颜色调好了，我们这个花就成功了一半了。好，先调底色啊。好，再加一点底色，要调的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色差，就不要调加胭脂和三绿稍微多一点点。就有一些朋友可能看直播间觉得很白，加的很少。那直播间在镜头下可能会更白一点点，实际上你们加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哈，加多一点，让它的颜色完全就是跟这个白纸有区别啊。好，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底色啊，稍微干了一点点哦，再加一点点水进来，再加一勺水啊，再加一勺水。好，这个水要成线啊，滴下来成线。调太干了的话，我们的颜色调不深。好，来画的时候，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这个底色，底色要留笔肚里面要留一部分水分，但是不要太多了。太多的话，它会显得这个水分太多了，它会显得很。颜色就调不均匀，它的水就一直往下掉，所以我们在调色，在蘸完底色、蘸底色的时候要少蘸一点啊，不要蘸太多了。好，我们今天要用的颜色藤黄、玫瑰红。藤黄、玫瑰红，然后曙红胭脂。曙红，还有这个胭脂。好，我们现在调色啊，藤黄不要调太多了，一点点就好了啊。如果调多了，它就很黄了。调一点点藤黄在笔肚里面，然后调这个玫瑰红，一定要调均匀啊，调久一点，把颜色调到基本上到了笔的2/3的地方，但是颜色是由深到浅，慢慢的渐变。由深到浅慢慢的渐变的一个过程。好，调，然后笔尖上再调一点点曙红，不要调太多了啊。我们来试一下颜色，藤黄一定要少哈，亲爱的家人们，藤黄少，藤黄多了它就变成黄的了，它就不是红的了。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可不可以，颜色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啊。这个花的话基本上是在中间啊，第一朵花在比较靠中间的位置，第一朵花在比较靠中间的位置，可以稍微下一点点，然后我们先可以折一个中线，找到中线的位置，可以中线朝下一点点的位置啊。
大概框一个框。你想这个花画多大，你可以圈一个圈，因为你不想太大的时候，尽量就在圈里面啊。因为我们这个是4尺斗方的这幅构图的话，这个构图的话完全可以画在6尺斗方上面啊，可以画在6尺斗方上面。好，在这里啊，中线可以稍微朝右边来一点点，不要正中间啊，往下一点点，往下一点点。来看一下这里，我们这个没有找中线，画的有点歪哈，中线可以偏左偏右一点点的位置，偏右一点点的位置。好，我们开始啊，开始画了，亲爱的家人们。来，先再补充一点点颜色啊，补充一点点颜色。补充一点玫瑰红，然后笔尖补充一点曙红，笔尖补充一点曙红。颜色一定要调均匀，不要成一坨。哎，这里不小心沾了一坨，不要成一坨颜色啊。好，我们在这里开始啊，开始画。那么这朵花我们刚刚说了啊，要画小一点点啊，稍微画小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4尺斗方的纸啊，用的是这个4尺斗方的纸。那你想要画几朵花的话，如果画太大了，我们这个画面上就装不下去了。好，画第一层，然后接下来画第二层。第一层和第二层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大小上有一点点区别啊，不要画一样大，尽量不要一样大就行了。好，笔尖上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颜色要保持笔肚上的颜色的干净啊，不要不小心在这个笔上沾到了这个胭脂。来补充一点玫瑰红哈，补充一点玫瑰红，再补充一点曙红。好，接下来这里让它叠加一个层次，叠加层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花瓣要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画大一些，让它有这个有变化。来蘸一点玫瑰红，蘸一点曙红。好，这里好，这个让它有一点点包起来的这种状态的这个花瓣，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啊，轻轻的补充一点点颜色。每一笔我都画的非常慢，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清楚啊。里面也可以再叠加，那这里有些叠加可以叠加更窄一点的、小一点的，不一定说你后面叠加就一定要比前面一个大，有的时候你可以叠加比前面一个更小一些的。啊，这个塔式的我们现在搭架子啊。那塔式的在我们的基础课程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分解这个塔式的怎么去画，每一步怎么去画啊。所以说我们的新朋友刚开始不会画的朋友，你们可以把基础里面的分解先学透，把一种一种的花型把它摸透了啊。好，我们现在笔上有点点干，我们来蘸一点底色，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点点底色就可以了，用笔肚去蘸哈，不要用笔尖蘸底色。那蘸完底色之后，我们首先还是一样加一点点藤黄进来，藤黄不要多哈，一丁点就可以了。加了藤黄之后，我们加这个玫瑰红，
调这个玫瑰红，笔始终是贴着盘子去调，这样的颜色才会更均匀，才会颜色会上到笔肚里面去。如果说你把笔竖着调，这个颜色永远就到不了笔肚里面去啊。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曙红，笔尖蘸一点曙红。好，这里来一个小一点的花瓣，画一个花瓣之后，我们的笔肚里面就要开始补充颜色了，再画一个层次在里面啊。好，叠加了这个层次，花瓣要有大有小，那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啊，怎么样画起这个反瓣的话，亲爱的家人们可以多去练啊，基础里面有很多这个教这个练习这个花瓣的，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基础的打扎实，好不好？好，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好，来一个小小的啊，来一个小小的。现在能看到这个花基本上是有一点朝这个左上方的这种感觉啊，有点朝左上方。那这个花心基本上可以看到啊，这个花心在这里，花心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其他花瓣我们就沿着这个花心去展开了哈。现在能看到花心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展开其他的花瓣。哎，笔上没有颜色了，还在画啊，要补充颜色了，补充一点点玫瑰红。颜色慢慢的调，不要一下子调太多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想要把这个花画好，画细致，小写意先前期我们只能慢下来，不要着急哈。所以学习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慢慢来，一步一步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打好基础。好，大的旁边有小的，然后笔尖再来补充颜色。好，这个三个这个结有点不好看，我们再加一下，这里再补充一笔，再来点一笔。那花瓣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要把它体现出来。你看有小的，我们就要有大的，有大的旁边要加小的，有这个大小变化。好，现在笔上又有点干了啊，又有点干。所有的花瓣都是我们用侧锋来行笔哈。哎，笔上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来，补完底色之后，我们首先调一点点藤黄在笔肚里面，首先调一点点藤黄，首先调一点藤黄，然后调这个玫瑰红，调这个玫瑰红，笔尖上调一点点曙红。我们在这个曙红可以这一笔可以曙红多一点。在这个作品中，每一朵的这个花型，每一朵的这个花型，它都会跟我们的基础里面的花型，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基础里面，前面基础里面的这个塔式的，就是中规中矩的塔式的。那我们到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要有多一点，它会多一点变化啊。好，作品的时候都会变化会多一些。好，再来补充一点啊，再来补充一点曙红。最中间的颜色会更很深一点点，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如果深不下去的时候，如果你想更深一点，可以加一点点胭脂，因为离着这个花心越近的地方，颜色会更深一些哈。离着花心近的这一块的颜色可能会更深一些。
好，推加点去画出这些散的花瓣啊。你不要画着一笔直接过去了，我们多几笔哈，它多几笔，它有这个缺口，有这个笔触。你看这每一笔它都有一个笔触，这些笔触就决定了这个花朵成型之后的它的一个灵动感。那这些小小的这种笔触，这些都很重要啊，不是说我们好，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啊，顺便的就可以回一下笔。有一些花瓣上需要回一下笔，不是每一个花瓣都需要回笔啊，像这些都可以稍微的回一点点笔，当然不要太深了啊，回笔的时候一定要浅，颜色一定要浅啊。像这朵花，它里面是很多这个回笔的这种痕迹，它每一种花型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像有一些花型，它就会有这种带回笔的这种感觉。好，我们这朵花，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个虚的这一块先画了啊。到这边呢，颜色会慢慢深一点，这边的颜色会更浅一点点。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哈，笔尖稍微补充一点点颜色。补多一点哈，补多一点。我们这里先补充一个正瓣进来。好，补充一个正瓣啊，然后正瓣后面我们再来掺插这个反瓣啊，掺插这个反瓣，小一点哈，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晚上好。好，各种花瓣的形状啊，各种花瓣的形状，再来补充一层啊，这里再来一层，让层次更多一点哈，层次更多一点。好，这里再来伸出来一个反瓣啊，伸出来一个反瓣。好，基本上这个架子我们搭到这里来就差不多了，不用太多了，这个架子就差不多。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补充里面的正瓣啊，补充里面正瓣，我们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可以先从这一边开始，因为越到下边这一边啊，到这一边的话颜色会更深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先画浅色的这一块啊。先画浅色这一块。好，我们笔上有点干，我们先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补充啊，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来，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的第一步还是调一点点藤黄，藤黄只要一丁点哈，一丁点藤黄，然后调这个玫瑰红，颜色这个时候不要调太多了，我们画这个右边的这个它是朝上的，它的颜色整体的会浅一点点哈。来补充所有的这个正瓣，笔尖上的颜色尽量不要成一条线，但偶尔会有一条线的话，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只要你不要太多了呈现了就可以了。也感觉这个颜色还是不够均匀，线有点明显，还是笔还是要睡在盘子里，贴着盘子去调啊，这个颜色才会更均匀一些。好，颜色一定要调好，颜色调均匀了，这个花就成功了一半了。好，这两个，来再来补充颜色啊，都是侧锋心笔啊，沿着这个反瓣的边缘走，来，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好，这里补充一点点小反瓣啊，小正瓣，补充一点点小正瓣，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好，这里这个花瓣就
我们要画一个大大的花瓣，点加推啊。好，我们来回一下笔啊，来一点点这个玫瑰红来回笔。它有一些回笔就是让它深一点点啊。就是这朵花它就是有这个特点，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玫瑰红的这种纹路在里面，我们就特意画一些纹路进来。这边的颜色整体的稍微的浅一点点啊，稍微浅一点点。根部这里不够深的，我们加一点点。好，我们在补充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要调多一点哈。来，我们补充这个地方，颜色一定要很深哈，很深，我们的颜色要调的更多一点点。那笔上如果调不深的话，你可以笔尖去蘸一点点这个水哈，蘸一点点水，不要蘸底色，蘸一点点水，用笔尖去蘸一点水，因为你这个时候怕调不深哈，先调一点藤黄，然后调这个玫瑰红，调玫瑰红，调多哈。现在我们的颜色要调的更多一点，看到了吗？这个地方是这朵花中最深的颜色最深的地方，这个曙红也要调多一点点，然后还要调这个胭脂。那曙红和玫瑰红调多的情况下，你去调胭脂的话，这个胭脂才是这个深红色。如果说你前面的颜色调少的情况下，你去调胭脂，胭脂就变成了灰色。所以说前面的颜色一定要调多哈，调饱满。那你再去调这个胭脂的时候，胭脂这个颜色才好看啊，才深。这个就是补充里面的正瓣了，补充正瓣。来，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胭脂，像这里这个小的缺口，注意一下啊，小的缺口这里也是补上这个更深一点的正瓣进来啊。好，这里小的缺口里面啊，也是一样，补上这个深的这个正瓣，补上胭脂，补上最深的颜色，这些缺口里面。好，补上一点点曙红，补上一点点胭脂。来这一块啊，也是一样，补上这个最深的。笔上现在有点干了，都画不动了，画不动了啊，画不动了，该要补充水分了，要补充水分。好，笔上去可以去蘸一点点水进来，蘸一点点水。这个时候还要继续画这个深色的。好，这个缺口，小的缺口直接补上这个深的颜色，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你只能小心翼翼的去画。好，侧锋行笔啊，笔慢慢转过来，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啊。这个蘸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笔尖蘸到这里来了，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我们可以稍微的复一下笔。就是偶尔护一下笔是没有关系的啊，就不要复笔太多了。
好，这里后面再加一笔。好，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啊，补充玫瑰红，补充这个曙红，然后还是补充一点点胭脂，补充一点点胭脂。我们这里再来画一层。好，这里再来画一层啊。这个飞白的地方，如果没有画到位的地方，可以稍微用这个笔尖去调整一下啊，稍微用笔尖调整一下。啊，这个侧面的这种感觉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有一点点朝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朝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好，我们继续来这边，这边的也花瓣比较浅，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这个底色，加一点底色。但是现在颜色还是有，笔上的颜色还是有一点点深哈，笔上颜色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深。好，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还是调色哈，先调玫瑰红，调一点曙红。那这个时候就不要胭脂了哈，我们的胭脂就不要了。好，这里再来一层。好，这里来一层花瓣啊，来一层花瓣。然后越到后面的这个花瓣颜色越来越浅，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底色可以摇一下，底色沉淀的时候可以摇一下，摇一下，我们再笔尖去蘸一点底色。那到后面的花瓣，我们就调色值，调一丁点哈，调一丁点，或者是调一点，先调一点点藤黄，先调一点点藤黄哈。调一点点藤黄，然后调一点点玫瑰红就可以了，调一点点玫瑰红就可以了，不要太多，笔尖上要有一点点玫瑰红。好，这些花瓣我们一笔一笔的画，一笔一笔的去画，就是你不要，就是比如说这里是虚的，你不能说我们就一笔把它画完它，反正是虚的，还是要有这个笔触。要有一层一层的这种笔触的这种感觉。好，笔尖上再来加一点点啊，加一点点玫瑰红。哇，这个花是不是画的，会画的很大呀？感觉我们这个花是不是画不下去呢？看一下啊，到时候第二朵我们画的挨紧一点点啊，因为画太小了，它又没那么好看。好，笔尖上补充一点点玫瑰，补充一点点曙红。为什么补充一点曙红？我想把这一个花瓣，这3个花瓣有点齐。有点齐，我们想把这个花瓣把它拉出来一点点哈，让它长一点点哈，让它拉出来一点点。还是这个花瓣啊，只是把它拉出来一点，让它变长一点点，就不要它太齐了，太齐了稍微把它拉出来一点点。好，这边的花瓣基本上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来补充这一边的，这边的颜色我们可以再调深一点点哈。我们先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我们还有一个焦茶色，焦茶色没有放上来，这朵花说还要用一点点焦茶。那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焦茶进来哈，我们把焦茶加一点点进来，这边的花瓣，这边的花瓣我们加一点点焦茶，让它的还是藤黄也要有一点哈，藤黄焦茶。藤黄焦茶，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然后调这个玫瑰红。颜色一定要调久，调均匀哈，然后调笔尖上调这个曙红，笔尖上调曙红，
来一点点胭脂哈，这个时候胭脂不要太多了，但是要来一点点胭脂，来补充这一边的花瓣。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啊，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啊，感觉这个笔上的胭脂太深了一点点啊。笔上有一点点干啊，有点画不动，走不动。再加一点点底色，走不动的时候，笔上走不动的时候加一点底色，再把颜色再调一下，还是一样的颜色，水分还是要有的，不能说完全是干的。那这边侧边的话是不是很好画？我们因为这里要画一层，笔上的这个胭脂有一点调的不够均匀啊，不够均匀，你把它擦一下，重新再调一下。那这个胭脂的话，它在有一种一条线，就我们要避免是调成了一条线啊，就是不要把这个胭脂调成了一条线。所以没有调均匀，我们稍微再把它那个什么，复一下笔，来回一下笔。好，这边的颜色整体的颜色会深一点点啊，还是调一点曙红，调一点点，补充一点点胭脂进来。好，这里几个碎花瓣，碎花瓣旁边我们就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让它有大有小哈，有大有小，有变化。然后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这个稍微一个小小的，然后后面要补充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开始要有一些大一点的花瓣。那补充大一点的花瓣的时候，我们先来还是调多一点这个焦茶进来吧。越到下边的颜色越来越暗，我们把这个焦茶多调一点，亲爱的家人们，看到了吗？不要怕脏哈，不要怕你的画面脏了，你这个焦茶这个时候就是要多调一点点啊，多调一点点。就是让颜色稍微变脏一点点，然后藤黄也要加一点进来，藤黄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显得有点脏的颜色，然后玫瑰红，你看颜色是要调久一点点啊，一定要调久一点，把颜色调均匀。我们要放开来调，你不要小心翼翼的不动，你的笔就要放开来哈，笔要放开，调一点点这个曙红，然后调这个胭脂，笔要放开来调哈。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推点加推，笔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干啊，有点画不动啊，笔上水分稍微少了一点点啊，水分少了一点点，有一点点干。那这里也是啊，有点干，没有画动。先怎么样把这个花瓣给画完，再去补充这个底色，补充水分。好，这一个大的花瓣啊，直接把这一个大的花瓣画上。好，底下我们再来继续来大花瓣。你看这个颜色的深和颜色就比较深，大家大胆的去画，你不要觉得这个颜色哇太深了，是不是太深了？颜色不对呀，不会了啊，不会的。
好，我们再继续来，这里再加一点花瓣啊，这里再加一点花瓣。来，先补充，刚刚都说笔上干了哈，所以我们要补充底色。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补充这个玫瑰红，补充玫瑰红，补充这个曙红，加一点点胭脂，加一点点胭脂。好，这边的花瓣，补充一点点胭脂啊。笔上稍微有一点点干，我们要充足，要有充足的这个水分啊。补充颜色，那这里我们多一点点花瓣的层次，然后这里我们就直接推过来哈，直接推过来，跟这边衔接。好，基本上底下这个花瓣这里可以再加宽一点啊，加大一点，把这一个花瓣加大一点。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花型，花型基本上可以了。本身是真实的花，这后面还有一层，还有一层，我们也可以再加一层，不加也行了，不加也可以了，我们就不加了哈。再加这个花会太大了，你想花再大一点，也可以再加一层。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用这个玫瑰红哈，直接用这个玫瑰红把笔洗一下，用这个玫瑰红来回笔。这朵花就是有一个特点啊，它的特点就是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玫瑰红的这个很鲜艳的颜色的一个回笔，直接用玫瑰红来回笔啊。玫瑰红可以多一点哈，可以多一点。好，调多一点玫瑰红啊，用这个玫瑰红，用这个玫瑰红的颜色来回，感觉它有一点点像那个，像这个岛锦似的，但是它又不是啊，它是有一点点这个颜色。好，有的时候会是这个线的这种形式。玫瑰红啊，我们现在蘸的是这个玫瑰红。好，这里有一点。好，我们现在回的是这个玫瑰红啊。有一点点这种纹路的这种感觉啊，玫瑰红的这种纹路进来，微妙的这种玫瑰红的这种纹路。那这是这一朵花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就是我们找这个写意，找这个花来写生的话，我们就要找这种有特点的这些花。但是它就跟岛锦还是有一点区别。好，这种淡淡的，淡淡的，这边不是很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回笔的时候也要浅一点点啊。这种淡淡的回笔也要淡一点点。
好，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啊，这朵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你要说它是倒景也可以，当然我不知道这朵花是不是倒景，按照这个真实的花期写生的。来，好，我们用最深的颜色，把这个花心的地方把它填上去啊。我们把这个花心里面用最深的颜色画上。好，我们在旁边再来一朵啊。这朵的话，我们就要画一朵深一点的颜色，画一个半朵。只能画一半啊，只能画一个半朵。好，我们在这里画半朵，半朵还是用这些颜色，只是我们调色的时候可以再调多一点点，我们底色可以不占少一点点啊。还是用这个玫瑰红、曙红胭脂，就不用其他的颜色，就直接用玫瑰红、曙红胭脂。笔上没有干的时候，就直接用。待会儿浅色的时候还是要蘸底色，我现在是把笔洗了一下哈，那笔肚里面也有一点底色，你不用洗得太干净啊，笔肚里面可以留一点点底色，调这个玫瑰红，然后调曙红，笔尖调一点点胭脂哈，这朵花的话就更深一点，颜色更深一点。来画一朵这个，随意的画一朵啊，可以让它成一个绣球形啊。但是我们绣球形也有各种类型，不一定说绣球形就没有正反半。我们画绣球的时候，也可以画出一些有正反半的这种感觉。这个画起来就比较更随意一点的去画啊，各种形状的花瓣，任意的去组合。当然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啊，颜色调饱满一些，亲爱的家人们。就我们在画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就是颜色要饱满，颜色要饱满，颜色饱满，这个画出来这个花它才会干了之后，它才会颜色才会亮，才会好看。如果说你颜色调的不够饱满，但是水分多，你刚开始画出来颜色显得很鲜艳，但是等它干了之后，颜色就变得干枯了。因为颜色它是湿的时候，就像你衣服洗了之后，它是不是显得颜色深一点？所以说颜色也是一样啊，在你还没有干的时候，你看它的颜色是很深，如果说你调的不够饱满，你看着颜色，哎呀，颜色好像是很深啊，但是你干了之后，它颜色会变浅一点哈。所以我们想要颜色更深一点，我们就要把颜色调的更多一点，更饱满一些。好，这个底下我们可以多调一点点胭脂进来。好，这两朵花相交接的地方我们注意一下，不要超了啊。两朵花相交接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好，就是这个地方要小心啊。好，补充颜色。
好，我这朵花可以更随意一点啊。笔尖上补充胭脂。好，补充曙红，补充胭脂，颜色一定要调多一点啊，调饱满一些，亲爱的家人们。好，这里来一个。好，这个基本上中间这一部分啊，中间这部分颜色比较深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好，我们再补充一点曙红。好，再来补充一层。来，然后我们到上面啊，到上面这一部分的花瓣。颜色要更浅一些，慢慢要变浅。那我们要调底色，把笔洗一下，重新把这个底色再调和一下，因为底色放久了，它有一点沉淀，所以我们把底色先搅一下。好，调完底色之后，先调这个玫瑰红。调玫瑰红哈，玫瑰红，那颜色要比前面这一朵还是要深一点，但是要比前面这些花瓣的颜色要浅一点。好，先调玫瑰红，然后再调这个曙红。好，我们来开始啊，开始画。那花瓣要有大有小。感觉有一点不够均匀啊，还是要再调久一点，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画出来这个花瓣才好看。好，偶尔要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让这个花瓣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好，再来调一点玫瑰红。调一点玫瑰红，调一点曙红。好，也画出一些这种正反斑的这种感觉出来啊。好，这里可以补充一些花瓣。好，我们现在笔上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然后我们底下可以画一个大一点的花瓣。那底下画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颜色调暗一点，加一点辅助颜色，加一点这个交叉色进来哈。这个时候我们又加了这个交叉色哈。
好，补充了交叉之后，再去补充玫瑰红，补充玫瑰红，补充曙红。好，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哎，这个花瓣有点大，有点大。好，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胭脂，把这个缺口里面啊，这个缺口里面再补充一点点深一点的颜色进来。好，这里形成了一片啊，形成了一片。基本上这就是画成了一个绣球啊，画成了一个绣球形的花。好，我们现在再来补充一点底色，笔上有点干，还是一样啊，调点交叉进来。底下的花瓣我们就让它暗一点哈，让它暗一点，调一点交叉，然后调这个玫瑰红，玫瑰红，然后调曙红，调曙红，然后调胭脂，调胭脂，就是我们在镜头下完成这个调色。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看这个调色看得更确切一些哈。好，看一下这个花瓣得要怎么画。好，补充点胭脂啊。这个花瓣得要小心一点啊，因为它是在前面这朵花的后面。我们不要把前面这一朵花给遮住了。好，让它穿插过来啊，穿插过来。那这个缺口呢？这个缺口我们加一点点进来。感觉这个缺口留下来也不太好啊，把这个缺口给闭合它散了，缺口给闭合它散了。本来这个缺口可以留，可以不留，留着感觉有点怪。来看一下这个花型，咱们看一下这两朵花配不配啊？在这个地方好不好看？挺好啊，挺好。这里还要再来一朵。本来按构图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一朵，按构图的话，这一朵还要再上一点，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因为花有点大，纸的话就是4尺斗方的，那我们就不画过去了，我们就还是挨着它来画。那这一朵的话就要比这一朵高一点，就是更高一点哈，让它这样排。好，在这里再来一朵，这个地方再来一朵。哎，我们刚刚说画了一个倒景，我看一下那个倒景的花画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画这一个倒景好不好？画这一个倒景。好，这个倒景我们画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加哈，先把这个倒景先画了，构图的话我们后面再来看情况哈。好，我们画这个倒景，这个倒景花是大红色，也有玫瑰红啊，这要加一点大红进去啊，这一朵的话要加一些大红。好，我们这一朵的话加点大红，加点大红和藤黄。那我们就加了一个大红，其实大红和藤黄调在一起，然后还是有这个曙红和胭脂。
那在这个颜色里面啊，颜色里面就加了一个大红。大红加藤黄，好，大红加藤黄，这个是第2朵花，第2朵花里面就加这个颜色。第3朵花应该是第3朵，第3朵花就加了一个颜色，其他的颜色还是不变啊。前面也是有藤黄、玫瑰红、曙红、胭脂，那我们第3朵花这个玫瑰红可以不用，第3朵花玫瑰红不用，藤黄加大红，然后曙红、胭脂，藤黄加大红、曙红、胭脂，然后焦茶的话，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点点焦茶，还是可以用一点点焦茶。哈，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注意一下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变动，我们就不用每一个在课程里面你仔细听就可以，不用每一个颜色都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第3朵花这一朵哈，这朵花的话颜色就是大红加藤黄调和在一起，这2个颜色把它搅一下，调和在一起。好，大红加藤黄调和。然后第2个就是曙红胭脂，焦茶的话到时候也会用一点点。玫瑰红也还是要用到，我们的浅色的地方还是要用玫瑰红啊，玫瑰红不是不用啊，还是要用玫瑰红，亲爱的家人们，这朵花还是要用玫瑰红，因为浅色部分啊，所以说这第3朵花就是加了一个这个，加了一个大红加藤黄混合的颜色，其他的颜色还是一样。其他颜色还是一样。我们现在把笔洗了啊，洗干净了。我先画深色部分，洗干净了，我先不加底色，不加底色啊。我们画这个朵花的这个深色部分可以不用加底色啊。这个倒景的话，深色部分可以不加底色。好，这朵花大概圈一个圈子啊，圈一个圈子，大概画多大，在哪个位置啊？就画这里啊。中心在这里，这朵花还是一样画半朵，不要画整个一朵啊，不用画整个一朵。先调这个大红，我们先调大红，调久一点哈。不管你调均匀没有调均匀，反正是要调久一点，颜色才会更均匀，明白吗？就是你要调久啊，然后调这个曙红，调完大红之后调曙红。调完曙红之后，笔尖可以来一点点胭脂。我们刚开始画反瓣的时候，胭脂可以不要那么多，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好，我们先画一个这个花瓣啊，这个是离着花心盖住花心的这个花瓣，我们现在能定出花心的位置。先第一个就把花心的位置给定出来，好不好？把花心的位置定出来，然后补充一点点胭脂。好，来画出一些反瓣，在笔尖上不停的去补充一点胭脂。那这些反瓣可以不规则啊，不用每一个都画的很规则。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胭脂，侧锋行笔画这个反瓣。有的时候可以包着啊，感觉有点包起来的这种状态。好，补充一点胭脂。好，到上面这一块的颜色可能会浅一点点，调色的时候可以不要调那么深，胭脂稍微少一点点，它就会浅一点了。可以画的随一点哈，不用太拘谨了。
用笔非常重要。好，这个深色部分我们先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去画浅色的好不好？先画一些浅色，然后再去加深色，因为它是一个导景2种颜色混合的颜色。你可以换一支，另外拿一支来画浅色的，或者是你把这支笔洗一下也行。好，另外拿一支笔，我们调好底色。画这种导景的话，可以用两支笔。好，我们来画一些浅色的花瓣啊。浅色的我们还是要用这个玫瑰红，用玫瑰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啊。有这个浅2种颜色去搭配。好，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胭脂，玫瑰红加胭脂。好，这个上面是虚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补充一点点啊，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这个浅色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画上。补充一点这个玫瑰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浅色的部分啊，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这种浅的花瓣，想要伸长一点的地方，我们再把它往上加一点点。虚的地方不用表达的太清楚。好，笔肚里面再补充一点点底色，玫瑰红再加一点点啊，玫瑰红再加一点点玫瑰红，笔尖上加一点点胭脂。啊，这里再来一个大一点的这个浅色的花瓣，点还是点加推。浅色的花瓣我们表达一些出来。
好，补充一点底色，笔肚里面补充一点底色，然后再补充这个玫瑰红，补充玫瑰红，补充胭脂，颜色调均匀哈，亲爱的家人们。好，颜色一定要调均匀，颜色调均匀才是你画好这一朵花的这个关键点。好，浅色这些我们先画这些啊，先画这些，后面不够的我们再来加。然后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瓣啊，补充这些缺口里面的正瓣。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笔上干了，我们就加一点水哈。用笔尖去蘸一下水，或者是用一个勺子，加一点水啊。用勺子加点水进来。笔上干了，我们就加点水进来哈。保持这个颜色里面要有水分，如果没有水分的话，待会儿我们画不动。补充了大红之后，补充曙红，然后笔尖上补充胭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胭脂就可以多一点点啊，因为现在我们要颜色要很深一点啊，要深。好，把这个缺口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那胭脂要多一点点，亲爱的家人们。好，笔上干了，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哈，加一点点水，蘸曙红，蘸胭脂。好，我们来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深色的，把里面的深色红色、大红色这一部分啊，都把它补上去。
好，我们把这个花心中最深的颜色先把它填上，把花心最深的颜色填上。花心这里填上最深的颜色。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往上偏的这种状态啊，往上的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花瓣。好，底下这个花瓣可以再暗一点点啊，胭脂多一点。但是要小心啊，因为这个是两朵花相衔接的地方啊。两朵花相衔接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好，这里再来一个浅色的花瓣。浅色花瓣我们还是用这个玫瑰红加一点点胭脂。好，露出一点点啊，露出一点点，露出一点点也要把它表达出来。好，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啊，不是说这朵花就这样子就完了，它里面还掺插有深色，浅色里面也有掺插这个深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导景的这种，我们现在是要表达它的导景的这个特征。好，我们笔上直接蘸这个大红色。好，把这个导景的这种特征去把它表达出来。好，大红哈，大红色。不要太平均了哈，亲爱的家人们。中间可以加一点点，你想加一点深色进来，也可以加一点哈。如果说刚开始画的这个深色不够的话，中途你想加一点点进来。好，这边底下的这个花瓣啊，底下这个它就有要加一点胭脂，你看到没有？黑一点，我这个是加了一点胭脂进来。好，像这一层也是一样啊。
好，我们想要把它表达的更好看一点，我们就要细致一点点。大红可以加点，底下的地方可以加点曙红胭脂，到这个底下颜色会更深一些哈。好，看一下这个花瓣啊，这个花瓣要不要加一点深色？加点曙红，加点胭脂。把这个花瓣一半把它换成这个红色。好，我们再看一下啊，站起来看一下，这个把它实一点啊，就不要太全部都是这个丝状的。这里也实一点。感觉这朵花我们的浅色部分好像似乎太浅了一点点，浅就浅吧，我们就让它浅一点，就让它浅一点啊，有点往上的这一朵花，或者是我们调一点点深一点的底色，调一个深一点的底色，把它回一下笔，就把这个底色弄一点在盘子里。弄一点在盘子里，再加一点三绿，再加点三绿，加点胭脂，把它调一个脏一点的颜色。好，还是用底色啊，还是用这个我们前面画这个花用的它的这个底色，弄一点胭脂，弄一点三绿，把它调一点脏一点的颜色，看到吗？这种黑黑的脏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去回笔。好，趁它这个时候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就去回笔。哎，这个三绿不要成一坨啊，千万不要成一坨。好，脏脏的这个颜色去回笔啊。好，用这个胭脂和这个三绿调成一个脏一点的这个底色。好，调成这个脏一点的底色去回笔，感觉有一点灰灰的这种感觉。好，把它加明显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这朵花就这样可以了。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朵花，我有的水分还是有一点点大。好，3朵花已经画完，这个还没有干哈，干了之后它还要再变一点点啊，干了之后颜色还有变化。好，我们把这个花心给画一下，看这个花心是在哪里好。啊，这个是往这个左上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往右上，点几颗像这个牙一样的这个花心就可以了。正着的话我们就正着，侧着的话我们就把它这个花心也侧着。这个是一个雌蕊，用一点胭脂。好，我们来加上它的花心啊，花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家人们，花心加上这个花才会更好看。好，花心下面2组，一边一组，中间一组，平均分配5组啊，平均分配5组。好，来画一些花丝，扫一些花丝进来。
好，这些密的地方可以让它更密一些。好，这是这一朵花的花心，然后我们上面这一朵，花心可以往下倒一点啊。花心可以画的有姿态。花心要随着这个花的形状去走。花瓣的形状往哪里，你的花心就朝哪里。你看这个花瓣有点往这个右下，我们这个花心也往右下。花心随着这个花瓣的形状去走。好，这个花心也要让它有姿态啊，有姿有态的这个花心。可以稍微少一点点花丝，不用太多，少几颗，表达一下就可以了。花心画好看了，这个花也是增添颜色。现在干了之后，干了一点点，这个花是不是要好看很多？刚刚湿了，哇，这个花干了，你看是吧？颜色一定要深。你看我们画的时候，它特别深哈。我们刚刚画的时候，它的颜色是不是特别深？你看干了之后，它都变浅了好多啦。有没有发现它变浅了好多？来画多一点啊！你这花心你就随自己的心意啊，你想画多一点就多一点，想画少一点它就也可以画少一点。可以像这种绣球形，可以画一些长丝形丝状的这种花心出来，但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像这种花的话，它的花心可能整朵球里面都有。
好，可以了。花心加上这个花，是不是更生动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少哈，这个地方有一点空，我们加一个花苞。在这个地方加一朵花，或者是加一个花苞。想一下，是加一个花苞还是加一朵花呢？加一朵花还是加一个花苞呢？